公子，你醒啦？此不与怪力乱神，此不与怪力乱神。妖魔鬼怪，快离开！小生可是圣人门徒，一身浩然正气，你莫要过来！大汉第3年，一子20，人必极了，比野兽还恶。我读了20年圣贤书，如今只想活下去。读了一辈子书，终究做不成畜生。这瓶金疮药在黑市能换2斗醋饭，在这人吃人的年头，我是在拿自己的命救一只畜生。滚！往神卷山里跑！现在的人是会吃你的。公子莫怕，我不是伤人的妖怪。恩公，3天前你在后山救了我，我是那只白狐。你等！是狐仙。我名灵一，承蒙公子救命之恩，今日前来报答。那碗白米饭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东西。吃饱喝足后，我正襟危坐，看着眼前正在熟练地收拾碗筷的狐仙姑娘。姑娘，救命之恩不足挂齿，饭也吃了，你快回深山去吧。神仙种因果，恩公救我一命，灵一无以为报，唯有以身相许。不可，这绝对不可！我苏毅家徒四壁，连口稀粥都喝不上，连村里的寡妇都不愿嫁我。姑娘，你仙姿玉貌，莫要被我连累了。我是个穷书生，但我有自知之明，自己都快饿死了，哪有资格娶妻？更别说还是个美若天仙的狐仙子。别人嫌你穷，我不嫌。你心善，品德比谁都好，钱财粮食，我有法术，我们可以一起挣。苏毅，你可愿娶我？在这个连人吃人都能发生的绝望荒年，竟有这样一个女子，全心全意地奔我而来。好，但我苏某对天发誓，此生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只要我有半口吃的，绝不让你饿着。没有红烛，没有宾客，就在这破败的茅草屋里，我和一只狐仙拜了天地，成了结发夫妻。消息不知怎么传了出去，整个村都炸锅了，所有人都跑来看热闹，院子被围得水泄不通。苏秀才要成亲了，还是个天仙，凭什么？村民们都酸了，尤其村里几个光棍眼睛都红了。姑娘，你怎么看上苏毅的？因为他是天下最好的人。全场安静，我老脸一红，差点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随后整个村子更酸了。成亲后的日子就像做梦一样，灵犀法力恢复了一些，偶尔能变出一点粮食，勉强够我们夫妻俩果腹。可是外面的灾情越来越严重了，村里每天都有人饿死，甚至出现了一子而食的惨状，灵犀的法力也快耗尽了。无不生有这种仙术，太耗放元神。夫君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饥荒蔓延全国，靠我变出的一点米粒养不活你。娘子，大不了我们同生共死。瞎说什么呢？我狐族有一门禁术，名唤乾坤挪移，可连接古今，穿梭异境，那里物资充沛，没有饥荒。夫君，你替我去那个世界寻些活路回来吧。
娘子，这太危险了！你夫君，速去速回！这是何处险境？江大小姐，怪就怪你爹得罪了人，得罪了咱们王少，乖乖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朗朗乾坤，天子脚下，尔等竟敢手持凶器，欺凌弱女子，还不快快住手，退下！哪儿来的神经病，玩 cosplay 呢？赶紧滚，别多管闲事。子曰：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今日这闲事，小生管定了。君子六一之，射！哎呦，我操！不必行此大礼。这小子有暗器，一起上，弄死他！姑娘，得罪了，随小生快走。虽然没有马，但这结构倒像是某种脚踏的木牛流马。君子六一之，御！姑娘，快坐到后面来，小生得罪了。驾！妈的，这穿汉服的骑车怎么这么快？沃尔特附体了吗？这个满口自约的奇怪男人好像有点帅。姑娘莫怕，有小生在。天啊，这是何等可怕的金属怪兽，竟能在腹中吞死活人！姑娘退后，待小生射下这两只头兽的眼睛，你趁乱逃走。苏毅是吧？你到底是从哪一族跑出来的呀？那不是怪兽，叫汽车，是用发动机驱动的交通工具。汽车没有马，不用喂草，竟然一日能行千里，这异界难道遍地都是鲁班在世？苏毅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你要多少钱，或者有什么条件？小生举手之劳，无足挂齿。尽管提。先生几位？姑娘，在下想讨些吃食。先生真幽默。哦，对。妙哉，竟比酸梅糖还神奇。先生，一共68元。先生，您这是银两，这些应该够了。这演员太入戏了，银两都拿出来了。哥们儿，直播号多少？直播号？莫非是字号？这里的人真是奇怪。离开餐厅后，我继续寻找回去的方法，可惜毫无头绪。啊！法器，这是何等法器？妖怪！孽畜，震！啊，果然有效。你在干什么？姑娘莫怕，妖物已被在下镇压。我站在原地，完全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。我明明救了大家，
为何这些人如此开心？自从我用符纸镇压妖物的事情传开后，我发现看我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有人举着一个小方块对着我。后来我才知道那东西叫手机。更离谱的是，还有人专门跟着我，一边拍一边笑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难道此地百姓如此热爱记录生活？当天晚上，我坐在广场长椅上，一位年轻人兴奋地跑了过来：“哥们儿，你火了！失火了？哪里失火了？不是那个火，你上热搜了！多谢告知。自己看。”屏幕里竟然是我，而且还是我贴符镇压扫地机器人的画面，下面还有无数评论。我认真阅读起来，一眼假，剧本痕迹太重了吧？又是炒作的，嘿嘿，装疯卖傻博流量。我皱起眉头，这些人为何如此刻薄？明明未曾谋面，却恶语相向。他们为何辱骂于我？网络喷子呗，网上什么人都有。我明白了，他们只是缺乏教化啊！我接过手机，认真开始回复。朋友，出口伤人，若心中有怨，当修身养性。结果第二天我更火了，全网都在转发，而我对此毫不知情。我们忙了起来，因为喷子越来越多。当然，在我看来，他们只是迷途之人，需要引导。与此同时，我的粉丝竟越来越多，街上甚至有人认出了我。苏先生，能不能给我签个名？签名就是写字，这个我擅长。于是我大笔一挥，写下4个字：好学上进。那姑娘激动得满脸通红，抱着纸跑了。我十分欣慰，年轻人果然还是热爱学习的。然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当天晚上这幅字被挂到了网上拍卖，卖了3万块。后来我得知此事，震惊了很久。3万，就这4个字，现代人读书成本这么高吗？苏哥，你粉丝破100万了。什么是粉丝？喜欢你的人，竟有100万人喜爱圣贤之道，算是吧。随后他给我看了数据，无数人模仿我的说话方式，无数人开始背《论语》，甚至还有学校邀请我去讲课。我震惊不已，圣贤之学竟在此地没落至此，还需要我来传播。作为读书人，义不容辞。于是我接受邀请，站上讲台，面对数百名学生。诸位，今日讲学先从做人开始。台下原本嘻嘻哈哈，很快安静下来，因为我讲的极认真也极投入。一堂课结束，掌声雷动，许多人眼眶发红。我有些疑惑，因为只是讲些最基础的道理，大家为何反应如此大？后来我才明白，在这个快奏时代，很多人其实很久没认真听过这些东西了，而我恰好成了一股另类的风。我原以为来到这个世界后，最大的麻烦是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后来我发现，在现代社会，最大麻烦是我没有身份。身份证呢？我总能一直住公园长义，想找处住所，于是跟着中介去了几处房子，没有。银行卡、社保没有。何谓社保？中介沉默了，我也沉默了。10分钟后，我被客客气气请了出去，理由是我是个来历不明的人。回到街上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寸步难行。没有身份，就像没有路纸。可偏偏这个时代什么都需要身份，吃饭要扫码，坐车要扫码，买东西要扫码，而我连码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当天晚上，江巧儿来找我时，发现我正坐在公园里发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无家可归。苏毅，你不会真没身份证吧？自然没有，我都说了，我来自大梁国。走吧，先住我那儿。男女授受不亲。你住客房，我住主卧，谁跟你住一屋了？我老脸一红，最终还是答应下来。没办法，再坚持下去，我就要露宿街头了。走吧。江总好，江总好。通知各部门总监，10分钟后开紧急会议。这个项目的细节，我稍后会亲自过目。姑娘手段通天，现在知道我厉害了。巾帼不让须眉。苏毅，如果你真来自古代，你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个。你等等。这东西哪儿来的？家传至宝，至少600年以上，而且工艺极其特殊，市面上从未见过，保存状态近乎完美。100万，100万两？什么两？不可思议，太完美了！简直像刚从那个时代拿出来的一样。苏先生，还有类似的东西吗？有一些。多少？几十件。家里柜子里还有不少。
这是手机银行，这是转账，这是付款码。若有人偷走这些数字怎么办？你安心吧，偷不走的。娘子，是你吗？夫君，铁鸟飞天，千里传。传音会跑的铁盒子，世间竟有如此方便的食物，故名方便面。好吃。就是苏秀才，今年怕是熬不过去了。苏秀才，这是啥？粮食，粮食。这是面，怎么这么香？终于有吃的了！苏秀才是活菩萨呀！使不得，快起来！我只是昨夜机缘巧合，在后山遇上了一位南阳来的富商，他心善，施舍了这批救济粮。见过菩萨，苏菩萨早。方便面大仙来了！不要乱叫，小生只是寻常读书人。夫君，你成神了！荒唐，实在荒唐。苏毅，听闻你弃文从商了，从商如何？士农商商，商贾最末，读书人岂能与铜臭为辅？有辱斯文，败坏门风，简直丢尽读书人的脸。诸位，敢问百姓无粮食，你们在做什么？自然是在读书。百姓快饿死时，你们又在做什么？读书。如今百姓靠商货活命，你们却来指责商人。若商不能救国，为何盐铁能养军？若商不能济民，为何粮食能活人？孔孟之道从不是空谈，而是让天下人活得更好。货流流转，可使百姓接力；农夫种粮，工匠制役，商人运输，缺一不可。照你所说，商人与世同贵？不是同贵，而是各有其贵。天下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天下，而是所有人的天下。夫君，遗憾吗？读书是为了明理，明理是为了做事。若能让更多人吃饱饭，比考中状元更有意义。掌柜的，当东西。这通透度，这纯净的光泽，竟然没有一丝杂质，绝世琉璃，这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绝世琉璃呀！掌柜的识货，给个10成价吧。50两，50两黄金，外加500两白银。苏公子，这已是小店的极限了。成交。苏毅，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？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呢。江姑娘，一言难尽，小生想请你帮个忙。没问题。先住我这儿吧，
很安全。苏叶，我突然觉得有点冷，一个人睡不着，能不能去我房间坐坐？江姑娘，深夜来访，与理不合。苏叶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住手！江姑娘，把手伸出来。啊，伸什么手？伸出来！你打我！你居然打我手法！唉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这异界的女子挨了打，竟还如此开心，莫非脑子有疾？小子，找你几天了？原来躲在江大小姐的别墅里吃软饭。今天王少发话了，打断你2条腿，看你还怎么英雄救美。子曰：“君子不助扫者不威。”什么狗屁玩意儿！死到临头还念经。孔圣人的意思是，君子打人如果不下重手，就树立不了威信。来，下一位。小生今日就用这本词典教教尔等，什么叫以理服人。苏叶，这位是国内最大的 MCN 机构老板张总，你现在全网爆火，张总是来签你的。啊，苏先生，你的国学哥人设太完美了！只要你跟我签合同，配合我们搞直播带货，底薪1000万，利润55分成，保证你1年就在汤臣旭上买房。有了这笔钱，什么样的名美女你找不到？不妥！糟糠之妻不可弃，吾已有家室，且与吾妻立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。别说1000万，就是金山银山，也休想乱我道心。小生还要研习种田技术，不送。我要再跳进这个雷区。夫君，你这次怎么没带方便面，反而带了些奇形怪状的土块？娘子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光靠我在外界搬运吃食，救得了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这是我在异界寻得的仙种，名为抗旱高产红薯，亩产可达数千斤。数千斤？夫君莫不是在说梦话？不仅如此，这是异界的仙家法宝，名为化肥，只要撒在地里，庄稼就能疯长。明日我就去把村口那1000亩荒地全荒买下来，果要让大梁国再无积减。夫君胸怀天下，灵犀愿誓死追随。苏秀才，不好了！县太爷带着衙役，还有城里的几个大儒，把咱们仓库给围了。伤风败俗，离经叛道，老夫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未见过这种灰白色的粉末，这定是妖法催生的毒物。县尊大人，此子动用奇技异巧蛊惑乡民，若吃了他种出的妖物，必遭天谴啊！苏毅，本官怀疑你使用妖符。来人呐，把这妖人的仓库给我烧了，以正视听！慢着！县尊大人，张老先生，你们误会了，草民用的绝非妖法，而是托人在南阳买来的一些西洋物件。既然大人觉得不妥，草民愿意上交一件南洋至宝，以证清白。哦，什么至宝？回大人，此物名为西洋细盒，不需请细班子，里面就能装下千军万马、飞禽兽。
简直是一派胡言！县尊大人，此子满嘴谎言，分明是在戏弄本官。苏毅，你若拿不出证据，本官今日就拿你问罪。来人，把这破盒子给本官砸了！哎呀，我的眼睛！妖光，这是妖光！保护大人！天哪！墙里封印了猫妖和鼠妖！苏叶，你竟敢召唤妖孽！大人莫慌，这不是妖怪，这是西洋的皮影戏啊！哎呦喂，这猫怎的如此愚笨，被一只耗子耍得团团转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苏毅，后来呢？那个猫明日到底能不能抓住那只耗子？大人，今日这戏盒没法力了，只能看这么多。本官不管，明日申时，本官还会再来。若是不放着猫鼠大战，官就抄了你的家。苏小友，老夫明日带2只烧鸡来，给我留个靠前的位置啊！苏仙人，快开那个戏盒！原来打雷闪电并非雷神发怒，而是阴阳云去星机。苏小友，你这戏盒里的学问深不可测啊！夫君，你这几日总在说那异界如何繁华，有铁甲车，有琉璃灯，还有能在铁盒子里飞上天的法阵。妾身也想去看看。不可！那异界虽好，但规矩极多。你若变出尾巴，或者不小心施了法术，会被他们当作异类抓起来切片研究的。那妾身不去了。娘子，夫君，这里好亮堂。苏叶，你又大早自言自语什么呢？娘子，快躲起来！苏叶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见鬼啦！没什么，小生去院子里活动一下筋骨。怎么了？我在小区的人工湖边捡到了一只绝品大蜜蜂！天哪，它太漂亮了，没有一根杂毛，眼睛像会说话一样，它好乖，还会自己爬上我的车。萨摩耶，就是一种白色的狗，你快回来帮我看看怎么给它洗澡。苏毅，你回来了，快看它多可爱！我已经给它起好名字了，叫雪球。娘子，你在干什么？夫君，这个凡人女子的手法真不错，比你在古代给我抓背舒服多了。管家，去买最好的宠物羽翼，还有今晚让米其林厨师空运一份 A5级和牛过来，切成小块做5分熟。雪球这么瘦，我要给它补补。马上联系爱马仕，给我定制一个真皮狗窝。娘子，你该回去了。古代还有几百亩红薯等着浇水啊！你在这儿，若是被人发现端倪，会有山之祸的。夫君，那个叫动画片的东西真好看。你先回去浇地吧，妾身在这儿再待2天，等吃完了冰箱里那半块和牛就回去。我明日再来接你，若是再不走，我就扣你的口粮。喂，苏毅，有事吗？江姑娘，你带雪球去哪儿了？哦，我这2天休假，
带雪球来马尔代夫啦。你不知道，雪球太聪明了，它居然会戴墨镜，简直是全海滩最靓的仔。江姑娘，那狗认生，你把它带回来。认什么生呀？它现正躺在沙滩椅上喝椰子汁呢。不说了，我要带它去宠物 SPA 了，拜拜。千里传音阵，娘子，速速归来！家里地里的红薯都被野猪拱了。夫君，莫急，野猪拱了红薯，你便把野猪烤了吃嘛。娘子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夫君，你再顶几天。这个姓姜的凡人女子不仅给我找了4个专业的按摩技师，明日还要带我去坐那叫游艇的大船。这异界的待遇，简直比我在秦丘当太后还要快活。等我度完假回去再给你洗衣做饭哦。这叫椰子汁的东西真甜。江姑娘，此犬生性顽劣，恐伤了姑娘千金之躯，还是交由小生来照料吧。快配合，没是我。苏叶，你别胡说，雪球才不伤人呢。不过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它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养它呀。一起养？对呀，就当是我们共同抚养的孩子。娘子，你清醒一点！你是一只有900年道行的狐仙啊，怎么能为了几块和牛肉就甘心被凡人当小狗狗养呢？夫君，你若是也能给我买这么大颗的钻石，我这就随你回去。娘子，这是糖衣炮弹，是资本的腐蚀，而且你就不怕这江姑娘发现你的真面目，把你送去解剖室？解剖室？夫君说的对，这凡人女子的爱太过沉重。罢了，等今晚她睡着，我便随你回古代。夫君，我回来了，还是夫君身边安心，最安心。那些异界的东西再好，终究不是我们的家。雪球，求求你走！江姑娘，缘聚缘散，强求不得。那犬或许是去寻找它的归宿了。苏意，我只有你了，你不能再离开我了。江姑娘，请自重，小生已有家室。日作清心咒，清心寡入。我不管，我就要抱着你。苏仙人，今日的动画片怎的还不放？长老，这戏盒坏了，需要修。要想修好它，必须懂得电和力学的原理。数理娃，从今日起，想看大猫和小鼠大夹局的，必须先通过我的物理考试。这是什么奇门学问？不管了，为了看那只猫，老夫拼了！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，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。苏意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那些古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拍卖行的首席鉴定专家说，这些瓷器的款印、工艺绝对是真品无疑。但是，
碳14检测结果显示，这批瓷器的形成时间不超过3年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，要么你是个拥有足以骗过全世界的造假机器的超级造假犯，要么这批古董是刚刚从古代的窑里烧出来，直接送到我手上的。苏毅，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江姑娘，你听我解释。小生祖上有些烧瓷的，有些失传坛的手艺。这碗确实是前几年刚烧出来的赝品。真的只是赝品？阵法开。苏毅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外星人还是妖怪？江姑娘，既然你已经看到了，想知道真相的话，就跟我来吧。我倒要看看你每天神秘消失到底去了哪里。心好疼，这是哪个醒世城？群言好敬业啊！这不是醒世城，这里是大梁国徽州州府苏家村，也就是你们历史书上所说的古代。穿越！你每天都在穿越时空！天哪，苏毅，你竟然是个时空旅行者！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啊，这位是？我叫灵一，是苏毅的结发妻子。妻子？就算你是他妻子又怎样？在现代，你们又没有领结生证，我还有机会。江姑娘，你莫要心了，小生感激你的多次相助。你好，我是江巧儿。灵一，你和苏毅什么时候成亲的？很早。感情好吗？很好。吵过架吗？没有。夫君从不惹我生气。那挺好。不过苏毅在现代这段时间都是我照顾的，辛苦江姑娘了。不辛苦，应该的。我去烧水。坐下。苏毅，你知不知道这多少人口，有多少无主的矿产？大梁疆域辽阔，人口数千万。至于矿产，小生不知。发财了！苏毅，你真的是个暴殄天物的笨蛋！你拥有一个可以穿梭古今的任意门，你居然只拿来倒卖大米和化肥！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蓝市场？这里遍地都是黄金！儿女情长算什么？谈恋爱哪有搞钱爽？苏毅，我要做你的合伙人，你这里的丝绸、瓷器、古董，我全包了。我在现代帮你洗白拍卖，而我会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现代的基建设备、高科技产品，甚至是先进的工业图纸。我们联手把这个大梁国打造成我们最庞大的商业帝国，利润55分成。好，江总。粮食够，买；工具缺少，买；药材不足，买。这些都能带过去？当然，既然要做，就做大的。江姑娘好厉害！真能行？能行。
有水了，真的有水，神迹啊！苏先生，此举活民无数，本官代恢复百姓谢你。我想看看方面菩萨的真容。苏先生，如今百姓渐富，可读书人还是太少。我想办学堂，人才培养计划。荒唐！离经叛道，岂有读书人学种田的道理？这简直是神迹降临啊！所谓神迹，其实是人学会了掌握科学的方法。苏先生，您救了我们全家。只能当银子，谁信啊？亲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把银行提前了几百年。是吗？你相当厉害。散尽家强吧，留给后代吧。后代若有本事，自会去挣；若没本事，留再多也守不住。江姑娘越来越像土粉。夫君，我的九尾天雷劫提前到了，这雷劫威力极大，方圆10里寸草不生。我必须立刻进深山，否则会连累村子。娘子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可！凡人触碰天劫，将会瞬间灰飞烟灭。夫君，你若念我，便年年来我坟前祭拜吧。江巧儿，救命啊！江总，要最粗的铁棍，能把天上雷电引到地下的那种，还要让那种绝缘的胶副液，垮了灵犀就没命了。会议暂停，苏毅，冷静。你要的东西叫工业避雷灯设备，怎么回事？灵犀在渡雷劫。调动江氏集团名下所有基建公司的任直升机，去最近的仓库把最高规格的法拉瓶套装、全套防电 PP 服给我全空运过来，20分钟内不到，全都给我卷铺盖走人。去吧，带着现代科学的节气，去和你们的天道碰一碰。娘子，撑住！啊！夫君，你快走啊！这是天罚。去他娘的天罚！有种你就劈下来！娘子，这科学抗雷正好使。
苏生，不好了，天塌了！北方大汉番邦帮马一倾巢而出，已经攻破了居庸关。他们听说咱们徽州夫妇粮草堆如山，骑兵正日夜兼程，直奔咱们这里杀了。朝廷的援军呢？朝廷那些怂包已经准备迁都逃跑。县尊大人莫慌，去把城里的青壮年全都召集起来，成立护卫队。没有兵器，我去弄；没有盔甲，我去借。既然他们不讲理，那就别怪小生给他们上点异界的手段了。城里的大粮狗，听着，交出所有的粮食和女人，本大王留你们全尸。苏毅，护以救物费，清空阵法落点。收到。查过你们个世界的地理遗址，翻半片山脉，底下全是极品红宝石矿创。乡亲们，穿上异界的仙家法宝，今日小生带你们痛打落水狗。区3000人也敢迎战，弓箭手放箭，骑兵冲锋，举盾。这是刀枪不入的天价！还没完呢，空天大队起飞！赔款就免了，你们那穷乡僻岭也没粮食。不过，听说你们圣山上有不少红色的石头。苏毅，发财了！我们彻底发财了！江氏集团成为全球唯一的珠宝霸主。江总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没有你的装备，大梁国早没了。从今往后，天下太平，我也该去过的清静日子了。夫君老了也好看。江女士，请问您富可敌国，为何终身未嫁？忙事业。你后悔吗？不后悔。如果再选一次呢？还是一样。我就知道。苏毅，下辈子记得早点认识我。好。苏毅，大梁名士，兴学堂，修水利，通商路，济天下。其妻灵心，狐仙也，另有知己姜氏。这一生也算足够浪漫了。